完美犯罪真的存在吗？富豪当众承认杀妻，却被法官判定为合法谋杀，就连警察和检察官也束手无策。可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为了找出其中的奥秘，我们一起来详细剖析里面的玄机。首先，你得具备一定的冷静思考能力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发现妻子有了新男友，并且经常都腻歪在一起，你会选择带人当场揭穿，还是会默默地跟在他们后面观察？请在弹幕上扣出你的观点。而眼前的富豪却选择了转身离开，当然他并不是要忍气吞声，而是走进他们居住过的房间，通过凌乱的床单来确定头上的颜色是否纯正。至此他也没有直接拆穿，而是对男人的身份进行调查，发现对方不仅是个警察，还是个高级探员。等确定是自己可以惹的人，便开始实行周密的谋杀计划。当然这一切的一切，妻子毫不知情，而是像往常一样的回到家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直到富豪突然出现。人在突发情况下的第一反应是最难以伪装的，因为妻子听到声音的同时，眼轮肌肉有轻微的收缩，并且持续1秒后恢复了正常，这明显是心慌的表现。为了给妻子坦白从宽的机会，富豪向妻子提出拥抱，但在两人深情拥抱后，妻子的眼神开始闪烁，眉头微蹙，心想老公怎么突然提前回家，是不是已经发现了什么？然而在现实生活中，另一半提前回家确实是婚姻质量的测谎仪。虽然富豪已经有了决断，但还是想尝试抛出橄榄枝，于是对妻子说 I love you。 这里富豪嘴角微微提起，眼轮肌肉却未收缩，呈现一种教科书级别的假笑。然而妻子的反应也将决定他最后的生死。 I know。 显然妻子的敷衍反应让富豪彻底的死心。 Does he？ Mrs. Smith。 此时的妻子表露出纠结的眼神，最终还是说出了那句话 I'm sorry。 Don't be。 Knowledge is pain。 I'm used to that。 在妻子没有回头前，富豪提前掏出手枪，然后干净利落地扣动了扳机。接下来大家要注意了，富豪是对着妻子的脸部开枪，并非直接对着脑门。而外面的园丁听到枪声，第一反应是前往房子里查看。富豪没有开口说话，而是朝着窗户开了2枪，目的就是为了吓跑外面的园丁，让他们不明真相的去报警。眼看计划达成，他又朝着窗户开出1枪，然后趁着这个间隙，他拖动着妻子的身体，并移动到离门口最近的客厅，然后捡起地上的弹壳，在擦掉指纹和硝烟痕迹后，再次丢回到了地面，而自己则脱掉外衣，并将其丢进火炉焚烧，最后用开水清洗身体，抹除一切可能留下的痕迹。等他做完这一切，静静等待着警察们的到来，更确切地说，他是在等一个人。很快警察就将整个房子包围，富豪谎称还有人质，让一个叫尼克的警察进来谈判。没错，就是那个与妻子戏水的男子。此时的尼克根本就不认识富豪，但为了降低富豪的警戒心，他小心翼翼地放下配枪，同时沿着血迹看着地上躺着的女人。虽然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，但还是强装镇定地探头查看，却发现正是自己的相好。他急忙跑向女人，检查后发现还有呼吸，而富豪此时拿起手枪对准他。尼克下意识地转头，并迅速打掉对方手中的枪，不仅将富豪扑倒在地，还暴揍了一顿富豪。这里有个问题需要思考，富豪是故意让他打掉手枪，还是尼克本能的举动？随后女人被送往医院抢救，富豪也束手就擒。虽然尼克心中充满了愤怒，但富豪却用一个诡异的笑容回应，因为这只是富豪计划的开始。由于富豪认罪的话语早就被尼克身上的录音机记录，外加警方收集到的所有证据全部都交给了检察官。由于女人并没有死，只能以谋杀未遂提起公诉。在证据确凿并且还有认罪录音的情况下，检察官只需走个过场。然而在当天的预先听证会上，富豪一系列的操作让所有人摸不着头脑。他不仅当场放弃聘请律师的权利，甚至还放弃了预先听证会，这也就意味着庭审将直接进入到审判阶段。当然这也是富豪计划的一部分。可不巧的是，检察官的助手突然打来电话，表示凶器上并没有富豪的指纹，甚至连使用过的痕迹都没有，说明这不是凶器。为此警察们再一次进行搜查，却发现除了少了4颗子弹外，并没有其他枪支存在。虽然没有了实物的证据，但检察官也不担心，毕竟他们还有富豪的认罪录音以及证人的证词存在，完全可以轻松定罪。可到了审判阶段，一切都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样简单。起初他们传唤园丁得到的有效证词是没有任何人出入过富豪家，所以富豪是唯一的嫌疑人。
此时的富豪一点也不慌张，甚至表露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，就连向园丁提问的权利也直接选择了放弃。如此敷衍了事的状态让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个小白，根本不熟悉庭审流程。随后检察官传唤出第二位证人，他是富豪妻子的主治医师。经过他们的检查，女人是被近距离击中，这是很明显的谋杀行为，但富豪依旧放弃提问的权利，直到第三位证人出庭，也就是那个第三者尼克。此时的富豪终于有了正经样，开始仔细倾听尼克的证词。突然他提出反对，并表示自己有话要说，这让全场人都期待起他的表述。在他语无伦次的表述时，突然冒出一句经典的词汇 Fucking the victim. 这让在场的人一片哗然，就连法官都没来得及反应。紧接着富豪继续说道， Having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your wife. I think it's objectionable. It's rather disgusting, I think, but I don't know, maybe I'm wrong. 同时他还表示，录音是尼克胁迫自己录的，自己则并没有想要杀人。我们从富豪的表情中可以判断，他的眼球是向右上方移动，典型的在编造故事。导演采用仰拍和俯拍的角度来强化富豪的智力压迫，俯拍则暗示尼克其内心的弱势情绪，不仅强化了对抗的张力，还特别突出尼克被当众羞辱的愧疚感，最终激发了尼克的愤怒之心，毫不犹豫地冲向了富豪，并将其扑倒在地。这连续性的举动恰恰证明了富豪说的一切都是真真切切。同时富豪的陈述也成功将定罪录音定性为非法证据，其中的法律逻辑就是尼克与受害者之间具有长期有效的情感关系。同时作为一名警察，尼克在取证过程中不仅没有主动报告两人的关系，还未履行回避原则，导致警方的取证流程非法，就连录音也变成了无效证据，自此触发了著名的毒树之果原则。那什么叫毒树之果呢？它是美国法律里的一个名词，简单的来说，就是如果初始证据的获取非法，就会判定为有毒，那证据来源的树也就被视为受到了污染，而基于该来源衍生，导致其他证据都被视为有毒，不能纳入有效证据。那富豪又是如何做到的呢？我们回顾一下剧情，富豪为什么要放弃寻找律师，而是转为自我辩护？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检察方和法庭认为自己是个不懂程序的小白，来降低对他的警戒性，然后又在关键时刻突然出手，迫使检方和法庭来不及掌握话语权。而为什么要放弃预先听证会？因为在美国的法律里，所有的证据必须在庭审阶段提交，当富豪进入审判阶段时，他给足检方提供证据的时间，然后在关键时刻掐住命脉，导致在最终的审判阶段，检方已经没有时间补充新的证据。所以富豪脸上那似有似无的微笑，在 0.3 秒内就掌控了整个全局。这种藐视群雄的快感像极了沉默的羔羊里的汉尼拔。最后检察官只能沮丧说道， I have no further evidence at this time, Your Honor. 既然没有新的证据，法官也只能宣布无罪释放。很多人就会思考，明明案发现场只有2个人，一个人如果中枪，必定是另一个人开枪，这种基本的常识谁都无法进行反驳。然而这种常识却不能说服陪审团，只有证据才能将一个人定为有罪。当富豪被宣布无罪后，他又笑了笑，表现的不仅仅是释然和满足，更像是对正义与真理的鄙视。为此他在临走前还不忘嘲讽检察官和尼克。 Hey, Rob, take it easy, huh? 这第一次让检察官感到在罪犯的面前如此无力。忽然一声枪响，原来是尼克选择自杀。因为在这次的丑闻中，他已经妻离子散，还丢掉了唯一的工作。本以为富豪会绳之于法，结果却完美脱罪。精神和舆论的压力让他不得不做出最后的选择。此时恰巧富豪也在，他的得意表情与检察官的忧郁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但这场谋杀并没有结束，富豪来到医院并签署了放弃妻子治疗的文件，因为妻子一旦醒来，那么案件就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直到仪器上出现直线，富豪的计划才算彻底结束。然而富豪的完美犯罪就真的没有一点漏洞吗？假如你是检察官，你又将如何应对呢？